今天能够从地球的那一边转到这一边来，和大家一起交流，并且在今天上午的各位老师的演讲中呢，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非常感谢。接下来我想谈一点我自己粗浅的认识，题目呢是太极拳和中医结合传承与国际传播这方面的研究。我的报告简单来说呢，有下面几个方面，一个是讲一下太极拳的基本要素，我个人的一些浅显的看法，然后呢就是对照一下广义太极拳和狭义太极拳，对传承这方面的理论的一些思考，太极拳和中医文化传承和国际传播，道与术的结合，这个今天上午也有的老师谈到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太极拳和中医文化传承和国际传播，虽然是传统文化，但是它需要与时俱进。最后谈一点我自己的建议和展望。首先呢，我在我个人练习和后来的教学，以及对中医的学习过程中呢，就逐渐的认识到，太极它不只是一个拳的问题，也不是只是一种武功的问题，所以它需要3个要素的整合一体。也就是说，太极拳一定要有太极文化做依托，然后呢，就是以武学拳术作为它的外延形式，缺一不可。但是这个中间呢，就需要一个气，也就是我们的中医气论来做理论指导，并且来作为修身的一个练习过程中的一个连接内外的媒介。所以正如那个太极图一样，假如说太极文化是阴的话，太极拳是阳的话，中间的那条线连接阴阳的，就应该是以中医基本理论为基础的那个中医气论。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太极哲学呢，它是太极拳的理论源头。不仅如此，太极拳的开合虚实，其实是每一个动作，甚至是在静止不动的过程中呢，不管前进后退还是中定，它都涉及到一个阴阳开合和虚实相间。假如说打太极拳没有分清虚实和内在的开合与外在开合的联系，我们说这个就是太极拳呢，还是需要进一步的体悟。再一个就是中医气论呢，它是太极拳练内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要件。那也正如我们的中医讲的阴平阳秘，也就是在气的调节，在身体的动作的练习过程中，结合气的运用，然后其实是一种药方一样，和中医一样呢，也是调节我们身体的阴阳平衡。太极拳术，不管是哪一家哪一派的，陈氏太极拳也好，杨氏太极拳也好，它是这个太极要素的它的一个外象。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武学的涉及到的武学的拳理和功法。广义太极拳文化和狭义太极拳拳术呢，这个是在我们近几十年一直讨论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都有涉及，但是就我近几年的研究来看呢，最多的对太极拳的研究实际上是侧重于拳的，也就是说，我认为定义它是太极的狭义概念的这一部分。那么我们要太极的道术合一呢，就需要太极和拳的有机结合。也就是说，我认为的太极的传承也好，还是传播也好，它都需要一个太极和拳共同的练习、实践、传承和传播。
那么偏重于拳术的呢，就比较属于狭义的太极拳武学外延的传承和国际的传播。通过我们在国外实际的感受，几十年的教学和自己的练习，我是传授传拳和波拳、各种拳协议下，那么它的结果不是尽如人意的。那我自己曾经在过去的几年中呢，也做过一些实验，就是说，让太极拳真正回到阴阳合体。在讲太极拳的过程中呢，先讲清楚太极哲理和太极拳理，也就是说，用广义太极拳的传承和传播来解释，用身体来解释太极拳。这样实验下来之后呢，我的学生里面大概是超过1倍的数量，比只是传承太极拳，学生练习的时间更长，更不容易半途而废。再就是中医，我认为呢，太极拳和中医它俩之间要整合起来。这个也是不是只是我认为，而是几十年的在国外传授的这个经验来看，像上午 Dr. Lam 讲的这个，为什么太极拳的培训和太极拳本身的功力它不能成正比，传播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涉及到这个道和术结合的问题。那我一直跟学生讲呢，这个我们中国传统的太极拳，它实际上就像2条腿去爬山。太极的理论是1条腿，拳是另外1条腿。假如说我们只侧重于一面，那么就是用1条腿爬山。所以道的方面呢，它就囊括了《易经》的哲学，也就是变化的哲学。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拳呢，每一步的过程中，它其实都是在运动过程中的平衡与中定。这个也是《易经》的变化的哲学。那再就是中医的平衡理论，也就是我们的身体以中医的各种方法来调整以后，做到了阴阳平衡。那么身体就是健康的。那首先在学习太极拳的过程中呢，实际上我们的方法也有一个平衡的因素在，也就是阴阳和拳、道与术的平衡。那么再说太极拳术呢，实际上它就是用身体来解释太极哲学。每一步的前进和后退，阴和阳，内外的开合、虚实，实际上没有一个能脱离了阴阳太极的哲学。那么这个是道的方面，可见呢，我们是不能离开道的方面。那么中医和太极拳的术，我们知道中医呢，当然比我列的这个还多，只是说我引用的是《黄帝内经》里面6种治疗方法。那么我在传授的过程中呢，一直跟我们在海外的一些学员，大部分我们学生都是就是西方主流社会的一些，他们能够对中国文化有所认知的这一部分的学员，他们坚持的时间最久。所以我在给他们讲这个的时候呢，我说其实我们的中医文化里面，在2000多年以前呢，这几种治疗方法之中，就有一项是太极一脉相承下来的源头。也就是说，在调节身体健康、阴阳平衡的过程中，唯一一个不假借于他人之手，不假借外物，而可以自己做自己上衣来进行调节的，就是当时称作是导引。那么我认为呢，就是现在的太极拳，只是说它在形式上不一样了，那么它在功用上、作用上都是一样的。就像陈氏太极拳的动作和杨氏太极拳的动作也不一样，但是我们不能说他们2个是2回事，不是太极拳。
那么这个导引呢，也是经过了后代几千年的传承下来，它也是以缓慢的动作呼吸，同样的方法，只是具体的动作不同。那么这个就是后来的内家拳的3种内家拳，太极拳、形意拳和八卦拳的传承。那我们在讲的这个是非常非常传统的东西。中午我跟李研究员也在说这个事情哈，非常传统的东西，但是我们还是更加的需要与时俱进。比方说我们刚才讲到导引，它其实是在几千年里面一直都在与时俱进的一种健康方法。比方说在形式上，它就是一种缓慢的运动；那么在媒介上呢，它就是通过来调息来做到。在功能上肯定是跟其他的中医的方法是一样，如果是做的正确，练习方法正确的话，它的功用、它的目的也是治胃病这方面的功能。那这是说在传承方面需要与时俱进。不仅是传承几千年中一直在变化，一直在与时俱进，实际上通过我们在国外的一些了解、一些亲身体会，在国际传播中，它也是在与时俱进。比方说早年太极拳传播到国外，大家注重的是什么呢？是拳法，是技击，是它的中国传统的武功的作用。可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冷兵器时代过后，其实呢，太极拳它是应该再回到中医的《黄帝内经》里面所提到的导引这个部分来进行继续的传承，做到与时俱进的。那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世界的大健康，它需要我们传统的东西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来帮助世界的。正如这个疫情期间呢，其实不管中医西医也没有非常好的方法。那么导引在历史上呢，也是被用来防止疫情的时候能够交给大众，让他们自己去调理身体。对于这一点来说呢，太极拳我认为是一样的。那另外一个与时俱进呢，就是说太极拳现在在国外的发展跟在国内是几乎是反向的，就是说在国内几乎是年纪大了才说我退了休我去打太极拳，而且就是在公园里面随便练一练。可是在国外的状况却不是这样。在国外，为什么上午 Dr. Lam 在讲的这个太极拳医学健康方面的太极的传播最为广泛，也是因为太极拳它回到了本然，也就是回到了它的健康和医学的作用上，正如我们几千年以前的导引做到的是一样的。那么随着世界上医学界对太极拳的认识、健康的认识，已经提到了像国家疾病防控中心，还有各种的医疗association 协会都已经认可了太极拳的健康作用，而不是一直在继续的在冷兵器状态下传播出去的太极拳的技击功能。那么我们怎么办？我们传承的人怎么办？这个就需要我们与时俱进。那么我个人的认为呢，就是说像 Dr. Lam 在国外已经把太极拳和西医循证的这个叫 evidence base 的这种研究呢，已经30几年了，也得到了主流医学界像主流的哈佛医学院、斯坦福的医学院这种认可。那么这是在国外的这一部分，也就是说它更加证实了太极拳的健康作用。那么怎么传承才能让它更好的发挥作用呢？那么我认为在国内呢，我们一方面在西方是太极拳以西医来结合，大家认可它的健康的功能。那么在国内呢，我们是不是要考虑太极拳回到几千年以前《黄帝内经》的时代，也是太极拳它是中医的一部分，不是分开的一个体育运动。
那么国外对太极拳健康教师执照的需求非常的强烈，因为在国外是任何事情都需要执照的。那么我们呢做的这个事情就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得到了疾病防控中心和医学方面的认可，也已经是我们在培训并且签发执照这个过程中。那么也希望呢将来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越来越好。下面呢依据上面所述，就是说一点我自己的建议和对今后的展望。那么大趋势呢，就是我们人的生命质量一直在持续的提升。那么这个也是大家对健康的需求，不是某一个国家，而是无国界无差别的，大家都对健康有共同的需求。还有就是中医的贵生、养生、摄生这方面，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特别经过了疫情之后呢，都是大家共同的诉求。那么可行性呢，就是我们现在中医药大学有足够的中医专家、中医教授，了解中医理论的。那么怎么整合这个资源？也就是说，把太极拳放在中医下面，以中医理论指导下来练习太极拳，传播太极拳，让我们知道每一个动作它所代表的经络的手三阴经、手三阳经怎样和足三阴、足三阳结合，这只是一个例子。这样呢，在国外的传播中，就更加有说服力。杨老师，好，稍微最简短的。好，知道了。还有最后一个就是人才的培养呢，根据我刚才说的，就是向医学方面回归。那么人才的培养也应该是太极拳教练的培养呢，应该是一部分回归到中医的大学里面，这样做起来呢就更加的有深度。所以说呢，我认为医文武这三个呢是应该是结合在一起的。那么再就是培训那个资格证书，这个是在国外需要的，那么在国内也可能是下一步要考虑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杨红老师，谢谢，带给我们的精彩的分享。那么杨红老师在他的报告里面呢，谈到了这个太极拳和中医文化的整合和这个传播研究。那么他谈到太极和拳的关系，并且呢，把它提升到中国传统哲学思考中间的道与气的一个根本性的思考的问题上。太极是一个道，拳是一个术或者气，这之间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就像我们气功研究所所提出来的气真道这样的一种关系。那么他具体的提到说，分析了这个太极拳和中医的关系，太极拳和导引的关系。那么同时呢，作为在国外卓有成效的推广太极拳的指导者，杨老师他提到太极拳在国外的传播，然后在国外的推广，这个现状反过来会推动我们国内作为文化母体的太极拳人的思考，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临这个时代的新的课题，然后呢，去进行资源的整合、人才培养，让医文武相结合，还有包括讲资格，就是早上我们李泽教授做的非常大的这个课题，这样呢，提供了一些如何去做选择的一些可行性思考。杨老师做出了他的一个新的报告，那我们再次感谢杨老师。